只要你动不了，我就能万无一失地射中你。我就是朱龙，没想到吧？加强警戒，严防五仙道偷袭。没事不要惊扰李曹越思考剿匪大计。是。去曹越汇报。大哥，幸亏你有先见之明，有这条密道。只可惜，经营了这么多年的总坛，就毁于一旦了。汉州本应属大魏疆土，大魏不会放弃我们的。大哥，你是我大魏打入西蜀心脏的一颗钉子，一定要坚持住。记者，前面烧炭过了，已经跳出了蜀军包围。快！你二人继续在前面打探。是，你跟我走。走，去金风岭。走。想不到区区五仙道能成就如此规模。给我仔细查验，严防黄玉和他们的长老乔装打扮，混在俘虏中。遵命。禀报胡忠将军，斯文曹李曹越在营中遭五仙道杀手刺杀身亡。什么？
蜀军重兵围剿之下，大哥依然可以保持风采依旧之气度，小弟很佩服。我武仙道经营10余年，对蜀兵的围剿早有准备。若非如此，岂能存活至今？但是有点可惜，如果烛龙提前给我们送了情报，以大哥用兵之奇，我们可以备下伏击，说不定就能将来犯的蜀军拒而歼之。烛龙确实有送过信息，只是时间错了。贤弟，3日以后就要深入虎穴，好好休息。哎。烛龙飞信他说。 出去吧。是。大祭酒，吓妾身一跳。是。想不到圣姑对我武仙道典籍如此入迷。我是看桌上的书有些乱，帮祭酒收拾一下。是吗？哎。
我看圣姑你是想知道这密信上写的是何内容吧？密信的内容我已译出，你自己看。七九，这大局如此，我这么做也是情非得已。司文朝里只能有一个生意，我来主持是擒获烛龙的前提。这我懂。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的牺牲，倘若整日内斗不断，鹬蚌相争，最终曹魏得利。汉南不幸夭亡，修短故田。这次大举进攻五仙道，虽然缴毁了五仙道的巢穴，但却并没有实质性的斩获。总坛名册上的要犯无一漏网。我军进剿五仙道，原本就义不在此。悠长千劫。不管怎样，五仙道是我大汉的心腹之患，敌我泾渭分明，这是底线。刚刚活中跟我讲了讲过程。汉南生烟欲裂。山神庙那把火，是你放的吧？冯曹院何出此言？的确是你3年前布下的内线。这条线你一直没有交给李淼吧？那是我信不过他。为了避免玉石俱焚，所以你不惜下手，向无仙道示警。冯曹院如此推断置我于何地？那我荀彧岂不成了司文曹的叛徒？单单为了一个狄月，我想你还不至于如此。一旦行动暴露，你便有了魏谍嫌疑。如果你只是担心狄月的安危，你完全可以把这条线交出来，避免误伤。所以我想，你这么做另有缘由。冯曹院非要这么想，那我就只能当成一个故事听了。是吗？白帝没死，顶替了迷虫的身份潜入五仙道，是这样的吧？我从来没有向五仙道报血，曹院所言全是误会。那是我想多了。同意对李淼如此处置，也算是曹院您顾全大局了吧？小凤，你跟我记住了，无论你我有什么误会，当时你毕竟救了我一命，我冯英不是忘恩负义的人。哎呦，冯曹院，您言重了，荀某不过是恪尽职守，本分而已。
这些年，你给司文曹送去了多少情报？妾身不明白，大喜酒让妾身说什么？骗我！丁玉，你当我黄玉是什么人啊？不要再跟我演戏了，好吧？你说出来。啊！妾身先释放大吉酒，妾身真的不是属天，你相信我。大吉酒，我真的不是属天，妾身怎么可能是属天呢？你说出来，看在多年的情分上，我饶你不死。大吉酒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是属天，你相信我。哎呀，果然是我黄玉看中了女人，我喜欢你的倔强。我真的不是属天，大吉酒，你相信我。好。我武仙道有100种死法，总有一种让你满意。小何，小何，刚才冯曹院都跟你聊什么了？我估计一会儿啊，就要说这个事儿。哎，透点风嘛。说，这个案子算是翻篇了。冯曹院现在可是李岩将军的心腹啊。那冯曹院现在是那头的了。那马胜和廖慧的事儿呢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算了？还能怎么样啊？咱们司文曹，哎，这样的事还见得少吗？好，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司文曹失窃案现已查清，和冯曹院孙四卫并无关联。之前发布的对冯曹院的骸骨通缉现正式撤销，恢复职务。今后司文曹的工作仍由冯曹院全面负责。这次对武仙道的围剿，捣毁了武仙道巢穴，成果颇丰，但也有诸多疏漏需要自省。特别是夜袭武仙道总坛前，山神庙竟然蹊跷起火，以致武仙道总坛祭酒长老逃走。司文曹内部是否有人跟武仙道通风报信，需要严查。胡忠将军深谋远虑，所言极是。关于山神庙起火案，要做司内排查，严防魏谍、武仙道对我渗透。荀四卫，月底完成内部调查汇报案情有困难吗？胡忠将军，冯曹院请放心，建安司立即着手此案调查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是我受苦了。姐夫，姐夫，我没有屈打成招，我都挺过来了。都过去了啊，是桩冤案。荀头，这案子就这么结了？
看冯曹院怎么也得给你个说法吧。都是些大道理。说是顾全大局，我是真没想到，冯曹院竟是这样一个人。行了，别想这些了，做好自己的事儿。上面那些人的事情，我们也搞不懂。提到摆地了。到底是冯曹院，走到这一步，怕是瞒不过他了。但我咬死没认。那这样一来，冯曹院心里肯定又会留下嫌隙。顾不上这么多了。白帝和帝月身处虎狼之穴，境遇比你我困难100倍。但我相信他们2个没问题。绝对不能姑息，一定要抓住他。烛龙传来密信，出卖本教机密的蜀汉奸细已经查出，是圣姑。什么？他竟然是一个明星！倪先生，让人难以置信。有实证吗？若非亲眼所见，我也不敢相信。黄继久拿下圣1月时，他正在窃取烛龙送来的密件。啊，我去看看。哎，这时候，继久正在亲自审呢。我是见女子司马，审问我有经验。是着了吗？着了吗？贤弟，家门不幸，抓到现场，还死不承认！老杨忠心，万一冤枉了，罪悔莫及。应该一张一弛，一刚一柔，是为之道。贤弟高见。贤弟是天水监军司马，比蜀爹有经验。你也来，我来。说，你是不是蜀爹？说，你是不是蜀爹？是草梗魏爹，有种你现在就杀了我，不然你们早晚死于我手！贱人，你杀了我呀！说没招啊！不要用东西！米先生，米先生，想死啊？想咬蛇？容易。水。你给他吃什么？神仙丹。
神仙丹，那我叫秘传，我好让人飘忽如仙，四肢百骸，无不畅快，输入天堂。那家人，我下神仙丹，即可四肢瘫软，再无抗拒之力。等到药效真正发作之时，更加欲仙欲死，如入仙境。到时候，再给他来上几招，恩威并施，药效之下，痛苦更是难耐。来回几趟，我怕他不吐露实情。大哥手段伶俐，真厉害。走，你我兄弟再小酌2杯，再过2个时辰，便见分晓。便见分晓。摆的对吧？文杰，这回你可真得拉兄弟吧？怎么了？是，冯曹院刚刚回司里，你前段时间跟细头走的有点近，不至于。你是不知道，我这次是上了贼船了，这肯定栽了。你这话可重了啊！这李曹院杀敌牺牲，那是司文曹的英雄，怎么着也跟“贼”这个字儿沾不上边啊！你难道还没看出来吗？这李曹院的死有点蹊跷啊！什么？岳四伟，这话可不能乱讲啊！对，食言，小弟食言了。你我兄弟，有话不妨直说。你看，你要我帮忙，你知道内情，你又不说，那你这不让兄弟为难吗？说不说都是死。这冯曹院回来一查，一定知道是我干。你这越说越离谱，人冯曹院为什么要查你啊？马生，我杀的。你说什么？马胜，你杀的？无间道清平计划定了，后天午夜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我都好奇了，想看看这烛龙究竟是谁。我得去一趟帝君山，安排白帝脱身退路。马上廖慧死后，司礼就该司为轮值制了，后天刚好你当值。这我知道，所以需要你跟我打一个配合。这倒不难，难的是你怎么进入军机司。都是李淼他硬拉我下水，逼我干的，都是李淼逼我干的。我，文杰，还有1天时间，再想想办法。阴孙，
你这次错的可太离谱了。你是不知道李操院的手段呐！哎，他也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货呀。再加上那个时候，他在李岩将军面前欺言正声，在司文曹又是一手遮天，你说他让我干什么？我敢不去吗？底线啊！你知道底线是什么意思吗？不可突破的那条线。文杰，你是君谋司的司委，赶快帮兄弟想一个万全的脱身之策，好不好？死中求活的办法不是没有，不过……哎，吉兄，哎呀，别，快起来！你我兄弟，千万别这样！快！什么办法？这办法不是没有，不过想请吉兄帮我一个忙。帮什么忙？你过段时间不是要去定军山吗？我想你把这个差事让给我。啊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叫程帆，在定军山马岱将军处。哎呀，我们许久未见，甚是想就这事儿，借机会，没问题啊！你去，兄弟，我现在这处境没心情出山。好，慢慢的。你觉得冯曹院这个人怎么样？虽然冯曹院这个人容易遭人背叛，有的时候有一点小技巧，不过他有一个弱点。司文曹，这司文曹是他一手创办，多年经营，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李司卫，你的位置可好啊！这司文司可是这司文曹里最重要的部门，境外一切情报这事宜都是你们来负责，是不是？你想，魏吴有效的训练、潜伏、联络、调度，还有后方支援，这些实务的事儿都是由你们在做的。你这个位置，无人能替代。我的位置，那跟我现在处境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呦，冯曹院为了这个司文曹，他可是爱才护才的呀。是，你是杀了马胜，你上了李淼的船，你下来不就完了吗？怎么下？直接去找冯曹院，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告诉他，一点私货不留。我要去了，不就是自寻死路了吗？那你是想等他查到你头上吗？真到那个时候，可来不及了。想想，趁他现在不知情，你主动上门去谢罪、去交代，这不就表现了你重新上船的这个态度了吗？是不是？吉兄，死中求活的办法我可告诉你了，去还是不去，你自己决定。今日蜀军偷袭，我将顺利逃脱，虽有小损，但无伤根本，岂非值得庆贺？来，喝一杯。这次多亏黄大祭酒料敌机先，指挥有方，不然我们是后果难料啊！是啊，多亏黄大。来，敬黄大祭酒，黄大祭酒，敬，来，敬黄大祭酒。没想到圣姑是蜀蝶。今日蜀蝶败露身份，岂不是又一等好事？今后，我武仙道就又除掉了一个心头之隐患。
何不再敬一杯？对，来，再来一杯，再来一杯，来。于司马，于兄还有要事商议。大哥，你嫂嫂不，那个贱女人，你想怎么处置啊？估计神仙丹药效破坏，等到亥时再去审他。亥时。于兄，还有一事。你说。清平行动虽然在后日午夜，但是离我新坛太过遥远。明日早上就要动身。我随时准备好了，只等大哥一声令下。届时我会领人马在外围接应，你带支精锐进入总城部。人选我已经选好了。我还能借除邪逃生，其他的肯定是有去无回了。能够为清平计划而死，是他们的福报。我听大哥吩咐。朱龙刚刚发来了总城部的口令，根据时辰而更换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个密令，突击成功上升了2成。等你得到图纸后，长老和教众都会为你阻挡追袭。你直接前往后院，后院有一座石门，但是门只能从外侧打开，出不去。你必须从后院东侧跳崖。东侧是绝壁，蜀军肯定不会放手。我在定军山东谷等你凯旋。只是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，你我不能相遇，你就将这图纸送到古涧西口的大樟树下，朱龙会在那里等你。时辰是次日的4时3刻，切记不能贻误了时间。我有一个疑问啊，如果我拼死把图纸交给了朱龙，在那个时候整座山都被蜀军包围，那朱龙怎么可能带着我们的图纸离开蜀境，送回天水呢？这个我也不知，管他那许多做什么，只想是他神通广大，必有妙计吧。4时3刻，我一定会去那儿。待会儿等到亥时，我还会来找你，请你到狱中看出好戏。关长老和谢长老这次会死在定军山，我再去找他们小酌几杯，算是践行吧。酒伤身体，大哥你要保重身体啊。多谢贤弟，愚兄心里有数。辛苦。